好害怕，吓死我了！不怕，马上就撑过去。很多人害怕经济衰退，害怕失业，害怕股市暴跌，害怕房价下跌。但如果我们把过去30年的数据放在一起看，会发现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：每一次重大经济危机之后，美国都会诞生更多的百万富翁，而且很多的财富并不是在牛市中创造的，而是在经济危机期间完成积累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从美联储的数据来看，每当经济危机来临，美国最富有的前1%财富占比反而会短期下降。与此同时，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的财富占比却会短期上升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财富到底去了哪里？普通人又如何利用这种机会实现财富阶层的跃迁呢？今天我们就通过数据来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：为什么危机往往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时刻，以及普通家庭可以参考的 PPP 财富迁移框架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，欢迎回来。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，我每周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，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。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财富真相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。首先说明一点，经济危机并不会让财富凭空消失，财富只是发生了重新定价、重新分配、重新转移。从过去30年的数据来看，无论是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、2008年的金融危机，还是2020年的疫情冲击，都出现了类似的规律。这张表基于美联储的财富分布数据，我们把美国人群分成3层来看。最上面的一层是前1%的超级富豪，危机来临的时候，他们的财富占比反而是会下降的。很多人会觉得富人不是最安全吗？其实恰恰相反，富人的财富主要是来自于股票、企业股权、商业地产、私募投资等等，这些资产波动非常大，市场上涨的时候他们赚钱最快，市场下跌的时候他们亏损也最快。尤其当杠杆存在的时候，资产价格下跌，银行可能会要求补充保证金，这就是所谓的 margin call。 于是很多人被迫卖出资产，这也是为什么危机来临的时候，前1%的财富占比往往会下降。但你注意最后一列，经济恢复之后，财富会重新向他们集中，他们只是短暂受伤，不是永久出局。中间的一层是前10%到50%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产和上层中产。这个群体在危机期间的财富占比是上升的，这不是因为他们赚钱了，而是因为他们的财富结构不同，自住房、固定利率的房贷、工资收入、现金储蓄等等，跌的比顶层慢得多。相比较而言，他们的占比反而提升了，但恢复之后，这个优势就会逐渐回落。最下面是后50%的普通家庭，他们手里几乎没有资产，主要是靠现金和工资生活。危机来了，工作可能不稳，收入可能减少，而他们又没有资金可以在低点买入优质资产，所以无论危机前还是危机后，他们的处境几乎没有改善。经济危机的时候，很多资产开始打折，这正是机会开始出现的时候。这张图展示的是历史上几次重大危机里各类资产的最大跌幅，条形越长，跌得越惨。跌得最狠的是 REITs， 也就是房地产信托基金，最大的跌幅超过70%。注意，不是跌了1点，而是跌掉了3/4。如果你2007年买入，2009年你可能觉得这辈子要玩完了。如果你是2009年买入的那个人，接下来的10年你的回报可能是几十倍。第二名是标普500大盘指数，最大跌幅是57%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账户里有100万，最极端的时候它可能会显示43万。大多数人在这个时候会选择卖掉，锁定亏损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市场恢复。优质企业股权，也就是私募或者非上市公司的股份，同样会出现大幅的折价，因为这类资产的流动性比较差，危机来了，急需用钱的人往往以极低的价格出售。最后是房价，部分地区跌幅在20%到40%之间，这个数字看起来比股市小，但房子通常是普通家庭最大的一笔资产，而且是加了杠杆。一套房跌了30%，如果当初首付只付了20%，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了。
这张图想说的是，在危机期间，几乎所有的资产都在打折出售。问题只有一个，你的口袋里有没有钱去买？危机不是让穷人变穷，而是让有准备的中产获得一次短暂超越的窗口。对于恐慌的人来说，这是一场灾难；对于准备好的人来说，这是一场大促销。同样一家公司，同样一套房子，同样一个指数基金，价格可能只有几年前的一半。问题不在于资产变差了，问题在于市场的情绪变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富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。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框架 PPP， 分别代表 Protect、Produce、Position。它本质上不是投资框架，因为财富重新分配的时候，你必须先活下来，再积累资本，最后抓住机会。Protect 保护自己，第一步非常简单，不要被淘汰。很多人在危机中最大的错误不是投资亏钱，而是提前出局。所以 Protect 的核心是 Stay in the game， 留在游戏里。具体包括保持心理稳定，建立应急基金，避免高利率的债务，保护现金流。这张图是第一步的一些具体的行动清单，作为参考。我一共分为4个模块。第一个是应急储备金，要优先建立，建议是收入稳定的家庭至少存够3到6个月的日常支出。如果收入不稳定，比如自雇、自由职业、销售提成为主，那就要存6到12个月。这笔钱不是用来投资的，它的唯一作用是在你失业或者收入中断的时候，让你不需要在市场最低点的时候被迫卖资产。第二个是高利率的债务是优先清除，尤其是信用卡，年化利率普遍在20%以上，有些甚至接近30%。只要你还有信用卡债务没还，无论买什么资产，你的净收益都要先减掉这20%以上的利息成本，先还债再投资，这个顺序不能反。第三个是浮动利率的贷款，要谨慎管理。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，很多人在低利率的时期拿到了浮动利率的房贷，月供看起来很轻松，但一旦进入加息的周期，月供可能1年内就上涨到几百甚至上千美元。要提前算清楚，如果利率再涨2个点，我还能还得起吗？第四个是银行的存款安全性，要考虑保持合规。美国有 FDIC 联邦存款保险，每个账户类别通常最多保25万美金。如果你的存款超过这个数，建议分散到不同的银行或账户类型，避免单一银行出问题时，超出保险范围的部分血本无归。这4件事没有一件是投资操作，全部都是守住底线，保住活下去的能力。这一阶段没有任何炫技，没有选股，没有预测市场，核心只有一句话：不要玩完了。因为只有留在牌桌上的人才有资格参与下一轮的财富增长。第二步叫 Produce， 也就是提升赚钱能力。很多人总盯着投资收益，但实际上在财富积累的早期，最重要的往往不是投资回报率，而是储蓄率，是现金流，是赚钱的能力。提高技能，增加收入，建立副业，增加现金储备，这些都属于 Produce。因为未来当机会出现的时候，你需要子弹，而子弹来自于现金流。很多人会觉得等市场跌了，我就买好的资产，但问题是真的跌的时候，很多人根本没有现金。所以机会从来不是留给最聪明的人，而是留给最有准备的人。最后一个 P Position， 提前布局，这一步才是真正实现阶层跃迁的关键。因为财富最大的增长往往来自于在别人恐慌的时候买入资产，而不是在所有人兴奋的时候追高。这里列出最重要的3件事情：第一是保持良好的信用，第二是保持流动性，第三是持续买入优质资产。不要试图精准抄底，因为没有人知道底部在哪里，但历史告诉我们，市场总会恢复，资产最终会升值。这是本期视频的最后一张图，也是最重要的一张。它把面对同一场危机的2种人放在一起对比。左边是 A 类恐慌者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恐慌卖出，市场跌了30%，他们在最低点附近卖掉了资产，
把账面亏损变成了真实亏损，然后他们停止投资，持币观望，等待市场稳定再进场。但问题是，等你觉得稳定的时候，市场已经涨回来了50%。接着，因为前期没有建立现金流和应急储蓄，危机来临的时候，他们被迫出局，可能是贷款断供，可能是失业后急需变现，最终的结果是资产越来越少，彻底错过恢复。右边是 B 类准备者，他们在危机期间持续买入，用的就是第二步 produce 积累起来的现金。他们坚持定投，不管市场涨跌，每个月固定投入，这叫纪律，不叫勇敢。同时，他们保持良好的现金流和信用记录，这意味着在危机期间，如果有优质资产出现，他们还有资格去贷款购入。最终，他们的资产规模在别人缩水的时候，反而在扩大。结果对比就是 A 类错过复苏， B 类享受复利。这两类人的区别不是智商，不是运气，只是在危机来临之前有没有做好那3件事情：保护自己，创造现金流，提前布局。如果回顾过去几十年的财富变化，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：真正决定财富阶层的往往不是牛市，因为牛市里大家都在赚钱，差距并不会被迅速拉开。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是熊市，因为同样面对危机，有人卖资产，有人买资产，有人失业，有人继续积累，有人退出游戏，有人拿到了下一轮财富增长的门票。所以从长期来看，很多百万富翁并不是在繁荣的时期诞生的，而是在衰退的时期完成了最关键的布局。经济衰退本身并不会让你变富，但它会放大每个人原有的准备程度。而 PPP 框架的本质其实只有一句话： Protect yourself, produce cash flow, position for opportunity。 保护自己，创造现金流，等待机会。因为财富从来不是一次性创造来的，它往往是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，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